大家好，比特币今天来聊聊消息面，短期为什么不涨？最近我是一直在防守啊，原来2年之前做多的一些利润，不然继续 hold。等下配合技术面来讨论一下，利好不一定涨，利空也不一定跌，利好利空也不一定涨跌，有可能目前就是盘整。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。莆田普通话很烂，感谢大家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 OKX Web3 钱包也是非常好用的一款去中心化钱包，上面可以买卖一些没有上市的代币，当然也要注意风险哦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因为今天晚上美国有一个 CPI 要公布，或者是有些朋友也是问我，目前预测值晚上9点半是 2.9， 如果低于 2.9 会不会是一个利好，或者是高于 2.9 会不会是一个利空？我个人观点，目前有可能只是盘整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我最近偏向技术面偏重一点哦，消息面我最近是不怎么 care。或者是我们来聊一下，比如说比特币在2年之前，当时这个位置，经常跟朋友们讲，有时候利空往往不是利空，我们尽量看它的技术图表。比如我们可以看一下2022年当时7月份左右，美国的 CPI 是来到非常恐怖的一个高位啊，当时是在9.1，所以当时比特币在$20,000附近的时候，当时市场上面很多所谓的专家是说，整个美国的数据或者是经济这么差的情况下 ，CPI 这么高，而且美联储是一直在加息，加到这个$20,000附近的时候是在1.75，或者是后面2.5、3、4接近5，或者是加息后面都快接近6的一个幅度。但是也是跟大家讲啊，这么大的一个利空，你要配合技术面，技术面往往有时候不会骗人。整个底部当时是坚定给大家唱多，希望朋友们你要大胆或者是砸锅卖铁都要去买入这个比特币，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经验，这个 bull market support 指标，它下跌了长达1年多的时间，而且如果从 69K 去计算，历史上比特币一般顶部到底部跌个80%，差不多就可以去抄底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2018年当时比特币的熊市，就是这一波下跌，从高点跌到底部也是接近80左右，就是比特币的底部，你就应该去抄底啊。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更早之前，比特币在2014年的熊市，从顶部到2015年的底部，也是跌了80%，就是比特币的底部。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吹牛，当时的比特币在这个位置坚定买的话，虽然后面是跌到15K 的底部是有输钱，但是最终突破了这个牛熊线指标。这么多的利空，消息面往往是在骗人的，就是主力为了骗取散户的筹码。你要去看技术面啊，技术图表重不重要？这2年下来，技术图表分析或者是刻舟求剑，是不是赚的盆满钵满？所以当时的底部利空这么多，或者是包括当时这个点位哦，$26,000我100倍开了大约3个的比特币，当时也是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利空 ，CPI 公布数值是3.7，或者是预测的数值是在3.6，就是公布的数值是高于预期的这个3.6，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利空，当时在这个位置也是坚定跟大家讲，$26,600去做多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 Discord 群上面这一个免费的频道啊，2023年10月13号价格是在$26,600到$26,800，通知朋友们 at everyone， 你可以去做多，止损设在$26,400，后面是价格都没有再跌破这个点位，我开了100倍的头寸，当时也是没有钱啊，前几年是穷的要死，可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头寸，这笔头寸开仓的价格就是在$26,600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的低点，现在空间涨高了。有一些消息面我最近是不怎么关心哦，但是也是有在看最近比特币为什么不涨。早上推特是有发了一条内容，最近不涨的原因有可能就是这个 CPI 的数字。上一次
或者是从前面的9.1，美国一直加息，然后现在 CPI 又降的情况下，上一次是在这个位置 CPI 降到 2.4， 但是最近又有一点高起啊 ，CPI 又来到这个 2.9 的位置，或者是最近鲍威尔的讲话也是有提到，如果通胀未向 2% 去靠拢，长时间有可能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就是会实行相对谨慎的货币政策，有可能就是降息会停一段时间。那这个降息如果停的情况下，对整个比特币到底属于利好还是利空？所有的消息面经常也是跟朋友们讲，它是两面性的。如果降息放缓的情况下，也是代表有可能美国那边的利率还是在高企的情况下，有一部分资金它有可能会选择就是去银行存钱啊，就会导致比特币的推升，可能资金面就会有一点紧张。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，那这个加息的情况下，这1-2年强势美元或者是美联储一直加息，比特币也是照样涨得好好的。所以当时在低位的时候，很多人认为的利空，最终现在来看的话，比特币还不是照样涨，或者是有一些资金回到强势美元的情况下，他没有地方去，他就来炒作这个比特币啊。那现在的比特币，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哦 ，CPI 今天晚上去关注一下，它数值或者是最好能低于这个 2.9， 如果高于 2.9， 我的观点是也没关系啊，因为判断有可能比特币就是在整个区间里面还是在箱体震荡，你要防守，万一它要跌破这个箱体，因为最近的这个也就是 Bull Market Support 指标红色的这个值，这一周收盘去关注一下，它如果上穿这个绿色的线，就像前面几波这个位置上穿绿色的线，比特币盘整了200天左右，就是这个箱体的区间盘整了200天，或者是更早之前2023年的这个位置，红色的线上穿绿色的线，比特币也是在这个位置盘整了200天，后面才在这个位置突破，现在也要上穿，目前盘整的时间我们可以计算一下，如果从这根蜡烛开始到现在，差不多接近80天的时间。如果真的时间要复制之前的200天，我的观点是也不排除啊，因为在这里面交易，你任何情况都要考虑到。如果真的200天的情况下，那有没有可能在5月份到6月份左右，比特币后面会不会继续爆发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箱体盘整已经80天了，该涨应该要赶快涨，如果不涨，我们就要考虑坏的情况，万一跌破这个箱体要怎么办？那我们先不看这个经济数据吧，或者是考虑一下最坏的情况，如果真的盘整，重心在下移，万一跌破这个箱体，9万美金的支撑要怎么办？从高点到这一个低点，或者是这几个低点的位置，如果真的跌破这个箱体，我要考虑最坏的情况，就是做多的点位。万一真的跌破箱体，再复制一个箱体，有没有可能7万5千美金？或者是之前也是有提过，还有一个支撑位，大约是在8万6到8万5千美金附近，先观察吧。这个9万最好是不要跌破，或者是这个位置主力是很坏啊，我也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继续进攻这个10万美元，收盘看到站上10万美元再说。我是相信后面肯定也是会涨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订阅我们。